大家一说到创作自由，马上联想到的就是跟政权有关的言论自由，就是看你打不打压。但是其实创作自由在创作者的心里面，就是要自己打破自己的枷锁，这样。大家好，我叫刘广成，我是来自香港的漫画家。2014年吧，就是雨伞革命那个时候。对于社会的参与，主要还是在一些游行的场合啦。19年暴眼少女的那个事件，算是我第一次真的开始画起整个系列。事态是我觉得已经严重到我觉得我需要去画的地步，因为那时候已经开始有一些国际的关注，但我觉得不够了。然后再加上漫画这个部分在传播上，我会觉得比较快。会尽可能用一个比较大家可以很容易明白的手法去画，开始觉得自己的创作应该是可以让香港以外的地方的人可以更加理解事情的发展。大家的普遍想法是说，政治跟艺术是绝对不可以扯上关系的。那我会觉得这是一个逻辑不通的东西，因为艺术本来的功用就很广。那其实回应社会也是艺术的其中一个功能啊，也不应该把政治这个事情扯到一个艺术的领域以外。就比如说创作者他是关心社会，是一个会以艺术创作表达的人，那他就会用艺术来表达他对社会的看法。那是一个国外的公司啦，就是欧洲的，然后他就说，那其实我们有很多的中国的就是市场，所以他们会觉得我是被冲昏头脑，然后我也会理解，就是我觉得在一个很安逸的社会，他们可能没有任何需要去直接参与任何的社会运动。有一天就是理工大学的那个事件，对，然后那时候他就开始说那时候限制你不要去画，是因为我完全不理解这个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导致说我觉得你好像在很狂热的在表态之类的。但是一旦我真的持续留意这个事件的时候，我觉得是事态真的很严重。所以说我发现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也会这样去表达。这张叫离地的李大校长，就是理工大学里面就是学生跟警察之间的对视的那个阶段。我可以把校长弄在一个天上的感觉，跟字面意义一样的，就是一个离地的状态。然后他是透过一个已经被裁切掉的框框去看究竟发生什么事，所以在他的视角是看不到警察的，他只能看到学生。那实际情况就是警察是完全包围着学生，然后学生是没有空间离开的。香港的示威者一开始大家都蒙面，就算你突然失踪了，大家也无法追溯这样。所以说就是后来就是演变到一些抗争者有一个共识，就是说被抓的那一刻要很高调的公开自己的身份，好让其他香港人可以去追溯一下他的下落。那时候就发现警察他们会尽可能早的去掩盖抗争者的嘴巴，就让他们无法说话。我是用了一只手去遮住一个对白，显示出一个手的一个剪影，就会看见不自杀这3个字原来被手盖住了这样。通常一牵扯到政治的艺术，外界对于这个作品的批判就会觉得说，你就是因为这个题材才有一个关注度，排除这个题材，你这个作品在纯创作的程度而言就是不外如是。编辑就觉得这张是手法上是很创新的，这样就是所以说，就算撇除掉政治性或就是议题这个框架也好，它在纯创作也是一个很突破的东西。大家一说到创作自由，马上联想到的就是跟政权有关的言论自由，就是看你打不打压。但是其实创作自由在创作者的心里面，就是要自己打破自己的枷锁。所以说，就是我也不希望被任何既有的一个期望去绑架自己未来的一些创作题材。我一向的画画题材就是任何生活里面觉得有感受的我都会画，然后政治也不例外。对我来讲，就是我还是持续的画我生活上关心的事情。
我刚来台湾做展览，会发现台湾人是对于香港的这个主要的关心还是比较在示威活动本身的一些暴力事件。我反而是真的很期待台湾人是透过这个事件去审视自己，会意识到自己的公民权利是要好好使用的东西。其实来到台湾之后，观察香港的事件的那个心态会跟直接在香港的心态会很不一样。留意香港的一些事件的时候，会觉得自己已经是一个局外人了，就会自己谴责自己说，你已经没有这个资格去感受什么香港，你应该要觉得内疚才对，会比较有一种无力感嘛，就是觉得说画不画也改变不了什么。然后，但是我也不是被无力感冲刷了自己，而是说觉悟到自己的弱小之后，那我会觉得说，往后用一个很漫长的时间，好好让自己变成一个更有影响力的人，然后那个影响力就不一定需要透过香港这个议题来发挥了，就是更宏观的层面上做一个更好的创作者。